我死在了我丈夫的枪下。他将我一枪击毙后，又飞奔朝我而来。他跪在地上，将倒在血泊中的我拥在怀里。他哭得太痛了，撕心裂肺的。我不怕死的，我只是遗憾，不能跟你回家了。你不要内疚啊，杨处理，你该恨我的，并且要带着对我的恨去迎接大仇的报的快感吧。我死前的倒数30天。什么事啊？这么高兴呢？我看着杨处理从进家门后就没放下过的嘴角，问他：线人已经行动了，准备收网了。他兴奋地抱起我，和我分享他的喜悦。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我的丈夫杨处理是市局刑侦大队的大队长，负责调查 H 国某杀手组织有6年了。他接手前已经有无数警察陆续调查了20余年，那些警察或牺牲或调岗离职。他今天大概已经在局里开过大会了吧？上级派他去抓捕杀手组织的头目。这个笼罩在 H 国30余年的恶魔组织终于要完蛋了吗？那你有把握吗？我问他。就算没有把握也要拼一把。这一刻我等了22年了。他的眼神深邃而坚定。他大概也是知道的，调查了20-30余年都没有丝毫线索可循的组织，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露出马脚，成功的让警察安插线人呢？他也知道的，他们设圈套的可能性存在的。杨处理想自欺欺人一次，这是他等了22年最有利的一次机会，成功了就能了却多年夙愿。我知道他说服了自己，他想拿命去拼一把。我信你的，一定会成功的。我握着他的手，看向他的眼里温柔又笃定。我的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警官。他以为我是在安慰他，并不是的。我信他，并且我很坚定，他会成功的。这次任务成功了，等我回来，我就带你回家。他很早就说过要带我回他的故乡了。他说他的故乡很美。如果没有成功，一定会成功的。我没有让他往下说他接下来想说的不好的设想。你会成功的，杨处理，我不是在安慰你。情人节哪天，我遇上了抢劫，帮我抓住他。他抢劫，我一边追一边大叫着。那男人抢我的包。这里是远离闹市的小街巷，人并不多，只有偶尔出现的零星路人。杨处理刚好出现在这里，我向他求助。他追赶上去，身手不错，3两下就把他制服。那男人见情况不妙，反手把包往他身上砸，趁不注意赶紧跑路，仓皇逃窜。杨处理还想追，被后来赶来的我直接扑倒了，跑得太快了，没刹住车，还把自己的脚给扭了。别追了，疼，我动不了了。我捂着脚腕，我疼得龇牙咧嘴，眼里还憋出了几滴泪花。他把我扶起来，看看我的伤势，我是一步也走不动了。他扛起我，去了附近最近的医院。你真是的，一点也不温柔，抱抱人家嘛。被他扛起的瞬间，我委屈道。我知道我的声音软糯异常，还带着微微哭腔。杨处理身子怔了一下，浑身触电似的酥麻。医生给我上药包扎，看着他一脸的懊恼劲儿，我就觉得好玩。他大概是在为自己身为一个警察而没有抓住区抢劫小卒而自惭形秽。我当即向他表示了感谢，并且在他搀扶我走路时，附在他耳畔轻声说：哥哥，你好帅呀，不如我们拼个情人节吧。他的耳根子一下子红了，本来满是愤恨又面色冰冷的脸上瞬间多了几分羞涩，并且羞愧难当。我顺势靠在他身上，勾勾嘴角深笑。这会儿的他呀，真是一个纯情极了的小警官啊。我死前的倒数25天，杨处理开始忙碌起来，有时整晚不回家，偶尔回家也是半夜了。他知道我神绪敏感，睡觉不安生，所以他到家从不开灯，也没有一丝声响。我知道他怕打扰到我，所以轻手轻脚的，像是在保护一种稀有易碎的宝物。
可他总是忍不住的，总要蹑手蹑脚的到卧室里亲亲我的脸颊。其实我很想告诉他，我早就醒了。他的胡子没刮，身上的烟草味很重，很久没在他身上闻到过烟草味了，至少结婚的这4年里没有过。我知道他压力太大了，所以我不敢醒来，不敢对上他沧桑、疲惫又满是在和我做最后的道别的装满泪水的脸庞。他在我的床边坐了很久，只是一直看着我，什么也不做，良久才又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门。对不起啊，杨处理，在这最后一刻了，还要给你找这么大的麻烦。我听着外面低沉的抽泣声时想熄灭，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道。后来连着几天，杨处理都不回家了。他说太忙了，但也总要抽出1分钟的时间给我通个话。他说他想我了，我也好想他呀，所以连着好几天做好了饭给他送过去。他要我进去，我次次拒绝。杨处理，我怎么可以进这样的地方呢？我不可以进去的，只能在他拿饭的时候才可以匆匆看上一眼，不过1分钟的接触时间。就这，他还要亲吻我的嘴唇。虽然像小鸡啄米一样，但真的有种荒野看到鲜花，哭的看到溪流的希冀感，让我会觉得渴望、欣喜，却又一时般无力。他走后，我看得出他的背影在沉重中多了些许轻快。杨处理太爱我了，以至于我的每时每刻都能给他带来不小的情绪波动。我也爱你呀，我的杨处理，很爱很爱你，会让我舍不得你。我站在门外看着他的身影渐行渐远，前面明明是比天还要亮的地方，可他的背影却消失在那灯火阑珊处。我脸上早就被泪水浸湿了，风吹得脸颊生疼。门卫大爷看着我对杨处理的难舍难分，指着我对值班的小民警说，你以后也要找个像杨警官家属一样好的媳妇呀，看杨警官加班他这个舍不得忧，记得要找个会惦记人的媳妇才会过得幸福哦。门卫大爷这话前半段不对，但我是真的很舍不得你呀，我的杨警官。杨处理，你娶我吧。说这话时，我的瞳孔微颤，眼中像是含了星星一般。当然，这是杨处理后来形容我的。许木初，你不知羞的。这话要我来说的才对。我看着他，明明脸已经红得要命，心里也开花了般盎然，却还要数落我一下。和他在一起的第8个月，我们结婚了，从许木初变成了杨太太。因为我们都无父无母，就没有办婚礼，只是简单的在各自的社交平台小小的官宣一下。看着2本红色的结婚证，杨处理搂着我，一本正经地告诉我，我就是注定要嫁给他的。你看，木初，你爱慕我吗？是注定要写在一个户口本上的亲夫妻。是啊，杨处理，我很想告诉你，我的名字许木初真的是这样来的，因为你而来的。听着他的话，我靠在他怀里笑着。在他看来，我现在一定娇羞死了。不是的，杨处理，我在笑你的可爱呢，你这个可爱的傻子。他带我去拜访了从小养他到大的义父，也是市局的警官。义父跟我说，处理这孩子从小父母亡故，你的出现是他这些年最大的快乐了。他说我是杨处理阴沉孤僻的25年里唯一直射他心房的阵阵暖阳。可是啊，处理，你同样也是我暗无天日的24载间唯一纯洁且神圣的光，是我一定要牢牢抓住绝不肯放手的天光啊！我们是彼此唯一的救赎了，对吧？我死前的倒数20天，杨处理休假了，因为这次任务危险，上级给他了3天时间处理一下自己的事情。我懂得，这是让杨处理和这次参与行动的队友们做好牺牲的准备。不会的，杨处理，你会活着的。我跨坐在他腿上，捧着他的脸，满脸嗔怨地瞪着他，想把他不吉利的思想给瞪回去。我知道，我还要带你回家呢。他把头埋在我的脖颈处，他呼吸的温热也打在了我的皮肤。
他休假这些天恨不得把一天掰成8瓣来过，一刻都不要跟我分开。下午他硬是要把我支出去，说好累，要我自己去给他买东西。我怎么舍得拒绝他呢？花了我一下午的时间，傍晚才将回到家。打开家门，我看到了他准备的惊喜，家里满是鲜花，还有他精心准备的一桌美味佳肴。我不知道这次任务要多久才能回来，咱们提前把纪念日过了吧。他拉着我的手，带我坐在桌前。对呀，马上就是我们结婚4周年的纪念日了呢，可惜我们等不到时间一起过了。我静静地坐着，听着他兴奋地讲东讲西，可我一句也没听进去。他说这些花是提前买好送给我的，2个月的量。这倒让我想起了结婚后，杨处理每天都要买花送我，1天1小枝，3天1大束，将近4年了，一天不曾少，除了没能回家的时候，但也会在后来补上。这也太多了，用不上这么多天的，真的呀，而且我也等不到了。不多，我还要找老板再预定呢。我要是回不来，还得拜托他再帮我送呢。你才不会回不来呢，我嗔怪他。你会回来的，是我收不到了呀，杨处理。这天晚上，他拥我入怀，静静的，谁也不曾言语。偌大的房间中，只有我们俩一浅一深的呼吸交叉。结婚后的第3个月，杨处理带我去见了他的父母。小小的1平米里却住着2位英雄。我爸从前也是刑警队的，在我7岁时被徐鹤龙推下了楼。他说他父母都是警察，父亲是曾是刑警队的大队长，负责调查江鹤龙被杀害了。母亲想要接手继续调查，好为父亲报仇，也失踪了。后来在湖中发现了遗体，被折磨得不成人样。江鹤龙可真是该死啊！我咬牙切齿地说道。是啊，他该死。杨处理冷笑道。听说是他们内部出乱子，被自己养大的养女给除掉了。他轻笑2声，作恶这么多，活该众叛亲离。只是可惜我没能亲自将他绳之以法。我当然知道江鹤龙这个 H 国只手遮天的杀手组织头目，死在了亲自养育了12年的女儿手上，死状惨烈，尸骨无存。我跟着杨处理一起给他的父母磕了头。他说他找到了替他们来爱他的人。我笑了，在心里暗道，你们会感谢我吗？你们或许会的，我指的不是爱杨处理这件事。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，我会替你的爸爸妈妈好好爱你的，我最爱的杨处理，只要你一直听话。我死前的倒数17天，杨处理的身子烈得很，他仿佛要把余生欢愉全部融进这一夜里。向来矜持有度的我，却反客为主，叫他久久不能离开。我的小初怎么这么有本事啊？可你的老公还要出任务呢，不能死在你的怀里。杨处理舒爽间也不忘调戏我一句。可我一定要死在你手里呀，杨处理。只是不知道有无有幸死在你的怀里。第2天一早，他就要走了，家里的东西什么都不能带，真是舍不得你。我走了，你就去找姨母，你跟他在一起，我放心些。他拉我在怀里，快将我要揉碎似的装进他身体里。他的义父是他父亲的好战友，也是警官，自他父母离世后对他百般照顾。他的义父要跟他一起出任务。我没回答他，只是静静地缩在他怀里。你要是能把我带走就好了，我朝他撒娇。等这次任务结束，咱们就回家。他摸摸我的头，又拂去我眼中似有似无的雾气。好，我等你。我的声音很虚，我听到他哽在喉咙中的沙哑，吻上他的唇，让他不能开口说话。我太了解杨处理了，他一定想说，若他迟迟未归，叫我不必等他。这话他既想说，又不想说，那我就替他堵在嘴里，吞入胃里。杨处理，我这人很无情的，我真的不会等你。你的家，我才不要去呢。我对你可真坏，又在骗你了。
结婚后，杨处理对我是无可挑剔的好，整整将我养胖了10斤。我的伙伴中有个人对我说，你若再不收手，迟早溺死在温柔乡里。然后他就再也开不了口了，再也没出现在过我的视线里。你这个小警官啊，怎么这么惹人爱呀？我坐在他腿上，对着他的脸亲了又亲。别对我这么好，我认真的，我会舍不得的。你是我老婆呀，我要一辈子对小初好的。我嘴角无意间扬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。良久，杨处理也不再说话，他将头埋在我的怀里，伴随而来的是一阵阵低沉的失落。本想早早结束这个任务，就带你回家的。我知道他一直在调查的杀手组织屡次给他使绊子，每次到手的一点线索就会被迫中断。我当然知道啊，杨处理这个可爱的警官想带我回家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没关系，我会等你的。真想去你的家乡看看啊，你会带我回家的，对吗？骗你的啦，杨处理，你的家乡似乎并不欢迎我们2个一同前去。小初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带你回家的。我死前的倒数13天，我和杨处理彻底断了联系。他们已经在部署了吧？你会有好运的，杨警官。这些天，我把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尽量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清除，干净的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存在过一般。我将给杨处理准备的大惊喜放在了他保存我们2个重要的东西的箱子里。这份惊喜对于杨处理来说十分重要。我坐在客厅大落地窗前的软垫上，望着窗外络绎不绝的车海，又透过玻璃的倒影看到我们充满温馨的家里。泪水早已覆上我整个脸颊，我暗暗咒骂一声，心想许木初，你真 TM 的没出息。恍惚间，我好想看到杨处理出现了。我和他的身影出现在沙发上，互相依偎着看电视，他会把他准备好的水果喂到我嘴里。厨房也有我们的身影，从他初学做饭时，要把厨房炸了，再倒一顿顿美味佳肴摆在餐桌。他说，小初的手是用来指点江山的，做饭的事交给我来处理。他当时还问我，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帅死了？再看玄关处也有我们的身影，他出门上班时，我为他套上外套，或者整理整理发型。他总会临出门时拉着我猛地亲上许久，出门的嘴唇总是火辣辣的。他说这是小初爱我的痕迹。我回到卧室，平时的双人床显得格外的大。我躺在杨处理躺过的这边，鼻腔里充斥着他的气味。我贪婪地深吸几口，像是嗜血而生的食人鱼。这些天，我想念杨处理这个情绪达到顶峰，这是我从前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。我本就是生活在阴暗世界里互相博弈、苟延残喘的蝼蚁，我不该和生活在阳光下清风有所交集。我的杨处理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是我自私的要把他拉入地狱。他本是高岭之花，本该在他的世界里光彩夺目。希望我的醒悟能够弥补你，杨处理，你要继续兴致盎然地与这个世界交手，永远走在盛开鲜花的道路上。忘掉我，抬抬手就像挥掉一朵笼罩在你身上的乌云。遇到杨处理之前，我从未爱过任何人。我在雇主面前是指认钱、心狠手辣的罗刹，在一群群跪在我脚边求饶的目标面前，我是来嗜血索命的阎王。其实我有铁石心肠，其实我从来经不起别人对我的一丁点好。我带着目的接近杨处理时，是为了让他庇护我游走在人间和地狱。可是我这个温柔到极点的丈夫啊，一腔赤诚，满怀真心的对我，真叫我心思动容，手足无措。小初，和我在一起吧，我想保护你。他手里拿着花满面羞红，可眼神格外真挚。我笑他，杨处理，你可真蠢啊！可我真的是需要你保护啊。小初，早些回家，走夜路时要小心，
到家记得跟我通电话。在市局值班的杨处理知道我在外面，特别仔细地叮嘱我。我看着面前血喷了一地的男人，我手上的刀还在滴血。杨处理，你真可笑，我本就是生活在地狱的阎罗，谁敢索我的命，你多余担心。小初，快试试，路过看到这条裙子，就觉得它一定要穿在你身上的，就买下来了。我看着它，心里莫名泛起一丝微波。千万不要对我这么好啊，杨处理，我怕我真的会爱上你。小初，我买了你最爱吃的东西。小初，你抱紧我，别淋到雨。算了，我还是再抱紧你些吧。小初，我不在时，你有事情一定告诉我，我一定第一时间回应你。小初，怎么受伤了？不疼不疼，我给你擦药。小初，等任务结束我带你回家好不好？小初，我们以后开个店吧，开什么店呢？你来决定好了。小初，我爱你，非常爱你。或许是在他一声声小初中，渐渐迷失了自我，渐渐忘记了当初处心积虑接近他的目的。明明是旁人眼中从不苟言笑的杨警官，怎么能像个小孩子似的有那么多话要跟我说呢？我也从起初的烦躁到现在十分享受，期待他每句话的声音。杨处理呀，要我说几遍，别对我这么好，我会爱上你的。杨处理呀，我爱你。我死前的倒数第8天，我回到了我的地下庄园，那里满是血腥，阴暗无度。岑玉暂时是这里的掌权人，我回来后，所有人依然对我毕恭毕敬。你真的想好了，要把自己配给杨处理？岑玉抽着烟，倚在我身前的桌边。他长得文质彬彬，高挺的鼻梁上带着金丝框的眼睛，暗红色的西服显得他十分金贵。只是他浑身散发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息，蔓延至四肢百骸。想好了。我长叹一口气，漫无目的地看着前方。岑玉冷笑一声，又有些戏谑地说道：还记得当初谁说你迟早溺死在温柔乡里？当时你什么反应来着？哦，你把他舌头割了，折磨致死。是，他提醒了我。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瞬间阴红了眼，我觉得他在侮辱我，挑战我的威严。对呀，那我可真是对不住他了。早知道他说的这么对，我该留他一条命，好好待他。我认识你20年了，从来没见你说过对不起这种词。阿芝，你做习惯了许慕初，真把自己当他了。我没回答他。许之这个名字我很久没听到过了。我为了杨处理一手打造了许慕初，从没想到过有一刻会像现在般渴求自己真的是许慕初，可以做杨处理妻子的许慕初。你确定要留下来？我望向岑玉，问他，你想走，我会给你安排好一切，保证没人能打扰到你，后生无虞。岑玉将指尖的烟灭在烟灰缸里，勾着嘴角笑了笑。我这条命是你给的，是生是死都随你。他看着我，狭长了的眼眸如同黑曜石般，却满是深情。阿芝，能陪着你，我毕生荣幸。岑玉是我8岁那年从死人堆里选出来的男孩，他和我年纪一般大。我的养父江鹤龙带了一群孩子培养，让他们互相残杀。我一眼就看到了岑玉，他那时候太瘦小了，浑身每一处都透露出惊心动魄的伤痕，在人堆里尤为可怜。我和江鹤龙站在玻璃后的高台上，看着偌大的斗兽场里孩子们毫无人性的厮杀，我没什么表情。毕竟我作为江鹤龙要当做继承人的训练，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岑玉看着我，他的眼睛生得很漂亮，瘦小的脸上我能看出他极力隐藏的野心。我只觉得他有趣，应该和我一样。我指着他对江鹤龙说，把他给我吧，面上看不出任何表情。江鹤龙笑着，既然小芝喜欢，那就让他做你的狗，做你杀人的利器吧。从此我和岑玉同吃同住，形影不离。我没看错他的野心，他的接受能力惊人，成了江鹤龙手里最厉害的凶器。但他甘愿一直在做我的狗，
从没有忤逆我的意思。我和他配合十分默契。阿玉，我只信你，我直视他的眼睛。如果你想反悔，我不会怪你。我顿了顿，接着说，如果你真的后悔了，我只求你别动杨处理，放过他，好吗？我知道以岑玉的能力，足以搅得整个 H 国天翻地覆。他肯配合我，真是我莫大的惊喜。岑玉听了我的话，十分的震惊，好看的眸子中划过一丝悲凉。你真的就这么爱杨处理？杨处理本就是意气风发的警官，他应该拥有他的锦绣前程，他不应该跟我一起坠落地狱。他让我过了这么久平静安逸的生活，是我以前从不敢奢求的日子。我很感谢他。不觉间，泪已经从眼角滑落，是我破坏了他的平静生活，我该还他的。阿芝，早知道你会对杨处理动情，我就该阻止你去。岑玉伸出手，指腹擦去我眼角的泪滴。真想杀了他，害你这么伤心。岑玉小声嘟囔的声音，我没有听得太清。我也没料到啊，可谁让我的杨处理那么勾人心魄呢？我结婚的第2年，我接受了人生中最后一单。作为 H 国令人闻风丧胆的杀手组织的掌权人，我很久没有亲自出马了。我亲自去，算是给我10多年杀手人生中一场完美的谢幕。这次的目标是一对豪门夫妻以及他们6个月大的孩子。我拿着枪抵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跪在我脚边，不停地求饶。我听惯了每个跪在我脚边卑微求饶的话语，不会生一丝怜悯之心，只会觉得聒噪。我本就是个不论对错拿钱办事的杀人利器，我会笑他们愚蠢，向一个嗜血成魔的杀手求饶。他们见我油盐未尽，便向我开口，求我放过他们的孩子。我转身看向岑玉手里抱着的婴儿，那个婴儿根本不知道害怕，还在朝着我笑呢，满脸的天真无邪，真可爱呀！真想和杨处理也有个这么可爱的孩子。这一瞬间的想法让我不觉微笑，也开始哄着婴儿开心。你要是喜欢，就带回去养着玩吧。岑玉的话适时响起，将我从刚才那一丝荒唐的想法中剥离。我闻声抬眼瞪着他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把他养大了之后，杀了你我吗？我又转脸对着小婴儿，是不是啊，小乖乖，会杀了我吗？岑玉在我的提醒下想到了从前，闭嘴不再说话。他想起的是我在18岁时亲手了解了我的养父 H 国一手遮天的杀手组织掌权人江鹤龙。江鹤龙自诩十分爱慕我母亲，对他爱而不得，便心生扭曲，杀我的父母。我母亲当年就如同现在跪在我面前向我求饶的女人一样，求他放过我。江鹤龙记起了他对我母亲的爱慕，开始深情人设。他收养了6岁的我，他对我十分宠爱，同时也给我比其他人更加生不如死的训练，让我做他最得力的杀手，让我成为他唯一的接班人。我在他身边兢兢业业12年，努力扮演着一个听话懂事的杀人利器般的女儿。我给他最大的回报，就是18岁时亲手割断了他的喉咙，让他尸骨无存。这是只有岑玉知道，我割断江鹤龙脖子的刀，还是他亲自递的。后来也想，杨处理，我这算不算给你报了仇？我对你的愧疚是不是可以少一点了呢？想到这里，我闭了闭眼睛，看着眼前笑意正浓的婴儿，我把枪比在他的脸前，我逗着他玩2声，突然啪，口声开枪。这个小婴儿似乎知道自己不该笑了，哇哇大哭起来。我大笑着，伴随着他的哭声显得十分诡异。我的笑声戛然而止，脸上挂上了阴鸷与狠毒。杀了，全部都杀了。岑玉冷吭一声，窗外燃起满天烟花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满天烟花，十分惹眼，震得这片漆黑的天十分耀眼。岑玉处理得干净，不留些许痕迹。烟花真漂亮，对吗？岑玉站在我身旁，轻声说道。我见过最漂亮的花，是枪打在人脑袋上，一瞬间炸开的那朵，
美极了。我的话听不出任何情绪，伴随而来的是岑玉的阵阵轻笑。阿芝，真想不到你这么暴力的人，要为一个男人洗手做羹汤。我撇头一脸蛮胃地对上他的眼，嘴角是无边笑意。阿玉，以后交给你了，我将江鹤龙一手创建的组织全部托付给他。阿芝，那个杨处理真就这么让你挂念？我笑笑，没有回答他。我不知道，但我想和杨处理好好过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日子。我又知道，我和杨处理不可能一辈子安然祥和，光不会与我同尘。我死前的倒数第5天，听闻杨处理抓捕了我们好几个人，抓捕的不过是岑玉放出的无关紧要的无名小卒罢了。他们吐出的东西不过是我们想让杨处理听到的，就比如我和岑玉2个组织里老大分庭抗礼，心生嫌隙，组织内斗，分崩离析。我看着旁边给我泡茶的岑玉，真是想笑。我太有这个自信，岑玉绝不会背叛我。他这个人偏执得很，认定了他是我的狗，便会一直围在我身边，不会离去。我每一天都无比期待杨处理的到来。都安排好了，你的杨处理已经安插了3个眼线进来了。岑玉将泡好的茶递给我，坐在我身旁。哎，他轻蔑地叹着气，你说他们这些警察是不是把我们当傻子，真以为咱们这么好对付呢？要不是你给他们放水，就算再给他们20年时间，他们也查不出任何东西。是啊，笼罩在 H 国30余年的阴霾，怎么可能轻易露出马脚，将自己暴露在世人面前？我谋划了这么久，杨处理要好好的拥抱自己的1等功呀。我看着这间富丽堂皇的屋子，我坐着的地方是江鹤龙死的时候坐的地方。我本就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，要让你们陪我一起赎罪。如你所想，咱们身上沾满鲜血，本身就是罪大恶极之人，不是吗？岑玉反问我，我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在遇到杨处理之前，我从未对谁有过怜悯之心。岑玉对我来说，不过也是一个不容许背叛我的奴隶。杨处理教会了我，我才明白，岑玉对我来说，他是我的亲人。在我的手下眼里，我是安忍残贼、不容智慧的铁石心肠。能在我手下做事的，都和我一样，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不允许有一丝个人情感的机器。他们是生是死，不过是我一念之间的事儿。可谁也没料到，该是索命厉鬼般的你，会对一个警察动了心。岑玉扯了扯嘴角，低沉的声音中蕴含着极度危险的信号。我知道，不在我身边的岑玉就是一头嗜血的野兽，他无时无刻都想把杨处理当作他嘴里的一块肉，疯狂撕咬。就是这样一个阴冷的人，他为了我，甘愿和我一同死去。我死前的倒数第3天，杨处理被抓了，岑玉亲自抓的他，他们在他头上蒙上黑布，绑上手脚，让他跪在我面前。我想到过再次和杨处理见面，就是这样一个场景。杨处理身上有伤，是岑玉对他宣泄的无声叫嚣。我眼中阴鸷森寒，狠厉地瞪上岑玉。岑玉微微侧头，摆摆手靠在椅背上，打几下死不了人，玩味的声调性感清冽，狭长的眼底尽是阴郁。我周身散发着让人胆寒的狠戾气息，周围手下识趣的大气不敢喘一声，也等着看我会如何折磨这个与我作对的警察。尽管我极力克制，可眼中还是染上了一层云雾。我赶紧别过头，不能让人瞧见我这副面孔。嘟出去，岑玉的声音合时宜地响起，他是看出了我的窘迫。房中只剩我们3人，我的泪在这一刻控制不住地附上整个脸颊，如泉瀑般无法止住。我蹲在杨处理的面前，抬手抚上他的脸。他盖着黑布，不知我是谁，但我感到他在我靠近时怔了一下，嘴里喃喃着：“小初。”他不会认出我，可他太熟悉我了，大概是闻到我身上的气味了。我手抚上他的脸时，他狠狠地将脸撇在一旁。
我不敢把他留在身边太久，也不敢说话。我的戏还没到让他认出我的时刻。我朝岑玉使了眼色，让他带走了杨初礼。我对他不能太好，不然容易露馅。岑玉给杨初礼的待遇不算太好，但也看着我的脸色，对他不敢太坏。但对他的打骂一样不少，几乎避开了要地，没有造成太严重的伤。动手的事情，岑玉渐渐参与。这个人真是把要折磨杨初礼心思都写在脸上了。真是对不起啊，杨初礼，再忍一忍吧，快过去了。杨初礼被抓来，一切都在意料之中，而他是卧底进来的，假意被我们抓住。他要在我的地盘苟延残喘地活着，等待时机将我一网打尽。我也假意放松警惕，让他安插在这里的线人能够与他有交流的机会。真是的，没有你在这儿推波助澜，他能轻轻松松地卧底进来。还让他带着定位和通讯器，岑玉对他嗤之以鼻。他们是不是警察当久了，真以为有正义的光笼罩着，把咱们都当傻子了？我死的当天，按照剧本，我让人把他带到我面前，揭开了盖在他头上的黑布，汗水浸湿了他的黑发，脸上还留着掺杂着血与汗水的伤痕。杨初礼好像在努力地适应眼前的强光，缓缓才睁开眼睛。他跪着，我坐在他面前的沙发上，其实根本就如坐针毡。我脸上还要忍着，极力控制着，要露出无情与狠辣的表情。杨初礼抬眸看见了我，脸上原本冷漠的神色，在看清楚我脸的那一刻，出现了一丝错愕。他满是不可置信，表情十分古怪难堪。小初，他们……杨初礼开口，断断续续的，不知道要说什么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现下这一刻，他大概会有我是不是也被恶魔抓来的想法。可是我坐着的呀，像是居高临下的胜利者一般俯视着他，没有一丝表情。倒是坐在我身边的岑玉，翘着二郎腿，一只手搭在我背后的沙发椅背上，靠着我很近，看起来暧昧极了。他眯着眼，饶有兴趣地看着杨初礼。他在趁人之危，他想趁着此刻刺激杨初礼，我现在没法反驳他。岑玉就是个卑鄙的野兽。杨警官，好久不见。我稳了稳心神，忍着声音不让他发抖，尽量发出冷漠的声音。杨初礼听到我声音的那一刻，他的心绪了然崩塌，他浑身发抖，眼中通红，直直地看着我。他似乎想等我说我是迫不得已在这里的。我走到他面前，目光锐利。杨警官不是很厉害吗？这么还是落到我手里了。他面上闪出迷茫，不知所措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杨初礼的声音很虚，轻飘飘的。杨警官当真不懂吗？在我身边潜伏了5年，不就是想将我一网打尽吗？杨初礼显然搞不懂我在说什么。他当然不会懂。怎么，杨警官和我夫妻做久了，舍不得抓我了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在透过杨初礼说给他身后的警察听。我要把他打造成以身试险，埋伏在我身边的卧底，让他干干净净，不沾染上我一粒尘埃。我听得到外面的动静，警察已经将我这里团团包围制服。绑在杨初礼手上的麻绳其实已经徒有其表了吧？是我的放松警惕，让这里的警察线人给他系了活扣，藏了枪。我将身子往沙发背上靠，长叹一口气。杨警官，你不舍得弄死我，那我可要弄死你了。我拿着枪，缓缓走到他面前，欲把枪抵在他的头上。还没走几步，岑玉迈着步子抢先我一步，将我拉在怀里。他身上的沉香紊乱了我的气息。他抱着我，悄声说：“戏还没到高潮呢，你不该上场。”岑玉看着我的眼神上了水，满是柔情，但又异常坚决，似乎是在对我做最后的告别。他夺过我手里的枪，将我安放在沙发上。他走到杨初礼面前，狠狠踹了他一脚，俯身蹲在他面前。岑玉不会杀了杨初礼，但杨初礼会将他就地正法。
他所做的每一步都是在利用杨初里对我的爱，刺激他的神经。很奏效，杨初里现在脸上充斥着愤怒。岑玉将枪顶在了他的胸膛，我和他都在等杨初里松绑拿出枪。砰的一声，血在两人中间散开。岑玉被子弹穿透胸膛，鲜红的血染上了他的白色衬衫，开出了我最喜欢的血红的花。岑玉倒下的那一刻，他将头转向我，明明那么惨状，可他脸上却挂上得偿所愿的微笑。再见，我从岑玉的嘴型中瞧出2字。我的泪从眼角滑落，不动声色。杨初里颤颤巍巍地起身，轻巧又厉声道：“准备收网。”门外的警察已经开始行动，门很快被暴力破开。杨初里，你阴我呀！我的声音拔高再拔高，眼泪已经止不住了，却依然要兢兢业业地完成我的表演。我快步走向房中暗道，一路到了天台。天台其实早被人包围了，我知道的，只是那里有我的搭档陪我将戏锦上添花。刚上天台，警察们就围上来将我包围。我击倒了几名警察，并将一名人高马大的警官抓在手里，用枪抵上他的太阳穴，做我的人质。是杨初里的义父，同时也是我的好搭档，不然我怎么能把他这个品阶极高又身手了得的警长抓在手里呢？有了他做威胁，身旁包围的警察只敢拿着枪在一旁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杨初里带人追上来，用枪指着我。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呀，杨初里，你要亲手杀了我才有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你？杨初里脸上已经挂了泪水，深暗的眸子里满是绝望，浑身发抖，摇摇欲坠。我放肆地笑出声，十分猖狂的笑声中混着凄凉。杨初里，你在我身边骗了我这么多年，怎么，真是演上瘾了吗？杨初里，杨警官，收起你的虚情假意，你这些年收集了我无数证据，不就是要将我一网打尽吗？啊！我收了笑，带着手中的人质慢慢退后。都别动，给我准备一辆车，到了码头我就放了他。我对着警察们喊，说着他们以为是在威胁的话。警察们大概是在权衡利弊，其实很多人都在等杨初里开枪的，他可是局里最棒的枪手。杨初里举着枪的手一直在抖，他脸上的泪越来越多，他痛苦着，在逼着自己下决心。记得帮他，我在义父耳边轻声说。随后手中的人质趁我不注意，用手肘向我戳去，将我撞开。我整个人完全暴露在杨初里面前。初里，开枪！义父大喊道。一瞬，我感到有什么巨大的冲击力向我胸膛袭来，强烈的灼烧感席卷全身，我的身子开始麻木，胡椒味充满我的鼻腔。我缓缓垂下头，真好啊，我最喜欢的花开在了我的身上。杨初里，你真是好样的，还送了我2朵，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我毫无重心地向后仰去，血从嘴里喷出，像个喷泉似的。杨初里丢下枪，踉跄地向我奔来，将倒在血泊中的我紧紧拥在怀里。他抱着我，仰天痛苦长啸，撕心裂肺。我的呼吸已经开始停滞，我用力呼吸着，渴求微薄空气。我的全身逐渐麻木僵硬，我艰难缓慢地抬起手，试图抚上杨初里的脸颊，帮他擦掉泪水。可是我的手举到他的脸颊，根本没有停留的机会，直接垂下，砸在地上。你不要为我伤心啊，杨初里，你恨我吧，带着对我的恨，好好生活吧。我说不出这些，拼尽了全力，勉强挤出几个字，对不起，声音稀薄，毫无血气，泪混着血水，难受极了。我的眼皮越来越沉，能吸入的空气几乎没有了。我好像看到了杨初里拥着我，给我讲他的家乡。他说他的家乡的风景很美，
他想带我去看大片的花田，去看一整片的小白树与枫树连在一起生长的林间。他说那是连理枝和婚姻木。他说要和我在家乡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地度过余生。他说他要和我长命百岁，子孙满堂。对不起啊，杨处理，我很想和你回家乡的，可惜我等不到了，我死在了杨处理的怀里。这样很好，我很开心。全文完杨处理视角，我始终无法相信，我亲手将小初击毙。义父告诉我，局里认定了我是以身试险，潜伏在小初身边多年。他说无论事实如何，这件事现如今已然是板上钉钉。我的身边花团锦簇，领导以及队友全部对我连声赞叹。听得多了，连我自己都要信以为真。我真的是卧底在小初身边的吗？不是的，小初是我的妻子，我很爱她。我从不知道她会是那个组织的头目。我的小初那样明媚，怎么会是嗜血的罗刹？我迫切地想知道真相。义父百般阻挠，他告诉我，当初我和小初的相遇以及后续的一切都是他的蓄谋，而线下所有的一切都是小初为我一手安排的。他要我从这件事中全身而退，不然一个刑侦大队的大队长被一个罪犯蒙骗多年是重大失误。义父同我讲了小初找到他，让他陪自己将我摘干净的过程。他跟我说他的身份的时候，我恨不能将他就地正法。可是处理，若是真的暴露你俩的真实情况，你的警察身份就别想要了，这是重大失误，要记当处分的。义父还说，知道这事的只有我们俩，以及死去的小初和岑玉。可以说，只要我不执拗，我就是侦破要案的警察，会受功受奖。我深知警察怎么可以爱上罪犯，可我怎么能心安理得地踏着小初的血去迎接我的美好人生？大仇得报的快感，侦破要案的轻松，以及失去挚爱的痛苦一起充斥着我的大脑，让我饱受煎熬。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我有侦破组织的窃喜，却也有一瞬间想让小初骗我一辈子的想法。我回到家，家里哪还有半分小初的影子？他抹去了他的一切，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。我发疯一般的将我们的家天翻地覆，试图找到小初的一点痕迹，或者我只是在对这些天的苦闷发泄而已。在那个箱子里，我找到了小初留下的东西，东西很多，是他这个组织的全部信息，还有一部新手机，里面只有一个视频，小初的脸在我眼前出现。他极力掩藏，可我还是一眼瞧出，他刚刚哭过。杨处理，你过得好吗？小初笑着，他的声音一出现，我泪如雨下。本来想什么都不留的，可还是舍不得。看到我给你留的东西了吗？把这些上交，你的任务才算完美结束。你不要对我有一丝怜悯呀，我本就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。和你结婚是我蓄谋已久的，可你太好了，爱上你是我始料未及的事情。我拜托义父陪我演这出戏，目的就是要把你摘得干干净净，你也本该是干干净净的。对不起啊，杨处理，我带着满身污秽，曾试图要沾染你。对了，我叫许知，知道的知。可我从没有过一刻像现在这样渴望，我真的是许木初，没有一丝污秽的许木初。我手上沾满了太多的鲜血，上天是不会宽恕我的，我会虔诚地在地狱赎罪，祈祷下次让我做真正的许木初，干干净净地和你在一起。杨处理，忘了我吧，你应该恨我的，要带着对我的恨去迎接大仇的报的快感吧。杨处理，对不起。画面定格的那一刻，我失声痛哭。我把小初留下的东西交给义父，以精神受挫为由递交了辞职报告。义父试图将我骂醒，你是警察，爱上一个罪犯已经是你莫大的过失了，你真的要为了他放弃你的大好前程？我没回答他，我只是想带小初回家而已。伏法的是许知，许木初只是我的妻子。
我没有办法证明以许之的丈夫身份领取她的骨灰，索性以朋友的身份将她带走。许之无父无母，无人认领，他们自然愿意我领走了。领取小初的骨灰时，工作人员告诉我，还有一个和许之同一天送来的男性。我想那个人大概是小初的那个搭档吧。他的骨灰只能在无人认领的时效到期后，由工作人员存档处理了。我带着小初向父母叩首后，回了家乡。我带着他看了大片的花海，看了连理枝与婚姻木，他们一旁还新长了一排小树，像是他们的结晶。我们还没有长命百岁，子孙满堂呢。我打算开一个店，和小初一起的店，只是小初还没告诉我他想开的是什么店。大概过了有2个月，义父带来了我的奖章，找到我。他说小初留下的资料已经帮助警方除去了笼罩 H 国多年的阴霾，整个杀手组织的链条。他说上面已经知道我领走了小初的骨灰，但义父以我精神重创为由换来了局里的理解。我在此次行动中仍然是最大的表彰者，局里也希望我能慎重考虑，重新归队。我送别了义父，奖章也让义父带走。我将和小初在这里安度余生，将来长眠于此。希望我的小初来世只做许木初，只是杨初里的妻子许木初。岑玉视角我8岁时，我的父母被江鹤龙杀害，在那以前，我也是个富人家的孩子，无忧无虑。江鹤龙看我可用，便留了我一命，把我和许多孩子放在一起培养。我每时每刻都想着报仇，却又不得不听从他的安排，如蝼蚁一般讨着生活。从别人那里得知，江鹤龙有个养女，是当明珠一样宠爱，也是当他的继承人一样培养。听说他和我一般大。我和许多孩子被关在一起，让我们互相残杀时，我瞧见他站在高处的看台上。我收起平日拼命磨练的本事，任由他们辱打。我边挨着打，边用无辜弱小的眼神望向他。我在赌他会怜悯我，不知道他会如何待我，但只要能接近他，我就有机会手刃仇敌。后来真的如我所愿，我被江鹤年安排到阿芝身边。他对我说，要我做阿芝的狗，永远不能背叛他。我开始和阿芝同进同出，一起接受最残酷的训练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极力隐藏的一切阿芝早就看透了。他说，他见我的第一眼，觉得我的眼睛生得漂亮，但从我掩藏的眸子中看到了我的野心，是和他一样的野心。我们越来越亲密，我们成为了彼此永远不会背叛、相互依靠和扶持的朋友，唯一的朋友。我对阿芝的感情也随着时间悄然发生改变，我自己都恍惚了，我仿佛是爱她的。18岁时，阿芝亲手杀我们共同的仇人，我弟的刀。他坐上了江鹤龙的位置，而我全力帮助他扫平一切障碍。有好事的，意图挑拨我们关系的，被我挫骨扬灰。我和阿芝没有秘密，但阿芝对我说，如果有天我敢背叛他，他依然会杀了我。我笑着说他很毒，我当然不会背叛他，也绝不会背叛他。我想和阿芝永远在一起，哪怕一直只是这样的关系。直到那个警察的出现，我就发觉我的阿芝会离开我了。那个警察很年轻，却几次调查到我们内部，险些暴露。阿芝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到他身边，破坏他所有行动。阿芝为了他创造了许木初这样一个身份。木初，真是烦人的要命。我无时无刻都在计划着，想要杀了这个杨初里。我眼看着阿芝在杨初里那里越陷越深，我想把他拉回来，可是又犹豫了。看多了生活在阳光下的阿芝，我竟然有10分的妄想，希望阿芝一直生活在阳光下。后来，阿芝和我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任务。他告诉我，他爱上了杨初里，想和他好好生活。我的心如同被万箭刺伤，我想过他会心动，却无法接受他真的心动。可我自己也未曾想到，我竟也有伟大的时候。
我情愿看着阿芝和杨处理在一起，希望看到阿芝快乐阳光的生活。我很少出现在阿芝面前了，我希望阿芝远离黑暗，干干净净地做她的许木初。当阿芝再次找到我，已经是很久以后了。她整个人不再狠厉，而是和所有生活在蜜糖里的人一样，散发着朝气。她告诉我了她和杨处理义父的所有计划。她说她会为我安排好一切，可以保证我后生无虞。她知道我的手段足以让整个 H 国天翻地覆，所以她希望我将来放过杨处理。她说她只信任我，其他的话其实我根本没听几个字，可她说她只信任我。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心。我的阿芝，你已决心赴死，我又岂能独活？我本就是依附你而生的，为你死去，我甘之如饴。可见了杨处理，我还是恨他，但更多是羡慕，也很嫉妒。所以当他落到我手中，我很想杀了他，但为了阿芝，我只能打他几下当作泄愤了。我最痛快的时候就是杨处理跪着，而我坐在阿芝身边，我刻意和阿芝亲密，总算是在杨处理这里扳回一局。子弹穿过我胸口的时候，我感受不到疼痛。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身体，将头转向阿芝这边。我想在生命的最后再多看她几眼。我看到她流眼泪了，那是为我而流的，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我了无遗憾。我从未有机会将我的满腔爱意宣之于口。我愿陪着阿芝在黄泉路上，她不孤单。我先去为她探路，打理好一切。但愿有机会，来世让我和阿芝可以生活在光亮中，哪怕她依然是别人的妻子，我要她幸福快乐，一生安康便好。